现在你打开任何一个财经新闻网站，或者看看那些华尔街投行的最新研报，你会发现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极度一致性。高盛等顶级机构的分析师信誓旦旦地告诉你，标普500指数在今年就要冲向7600点大关。摩根士丹利、美国银行，所有的巨头都在异口同声地高唱赞歌。他们告诉你，企业盈利极其强劲，人工智能的基建狂潮才刚刚开始。他们告诉你，现在是美国股市历史上下一个黄金10年的起点。现在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在把这个观念像钉钉子一样死死地钉进你的脑子里。但今天我必须极其残忍地揭穿这个今年金融市场上最大的一个谎言：全华尔街都在看涨标普500。这绝对不是什么牛市的号角，这恰恰是你账户即将面临暴击的最恐怖的信号。当所有人都站在船的同一边时，这艘船离翻沉也就不远了。你现在是不是正盯着刚刚突破7000点大关的标普500指数，看着它每天缓慢的爬升，心里想着，只要我买入标普500的指数基金，只要我跟着大盘走，我就能永远稳赚不赔。毕竟股神巴菲特都说过，普通人最好的投资就是买入标普500指数。但是你仔细想过没有，巴菲特现在的现金储备已经堆积成山了，他自己都在疯狂卖出，为什么华尔街的那些资本大鳄们却在通过媒体拼命地催促你赶紧上车？因为在这个极其残酷的资本市场里，庄家想要安全撤退，就必须找到足够多的接盘侠。而标普500指数这个被包装成全球最安全、最稳妥的投资标的，现在已经变成了巨头们精心为你布置的超级诱多圈套。我们先把时间线拉回到此时此刻的现实世界，现在是2026年的4月，你仔细看看这几天真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地缘政治的火药桶正在中东疯狂发酵，关于伊朗局势升级的恐慌情绪已经让原油价格再次像脱缰的野马一样飙升，突破了110美元。道琼斯指数在某些交易日里已经开始出现诡异的下滑。通货膨胀这头原本已经被美联储宣判死刑的怪兽，现在正借着能源价格的暴涨悄悄复活。虽然3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看起来依然不错，失业率维持在极低水平，但是如果你深入去看那些底层数据，你会发现真正的高薪全职工作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都是兼职和低薪岗位。在这样一个宏观经济暗流汹涌、地缘危机一触即发的极其脆弱的节点上，华尔街竟然告诉你，美股还要继续暴涨 10% 甚至 20%， 你不觉得这荒谬到了极点吗？让我们翻开历史的账本，看看那些似曾相识的惊悚倒影。回到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夕，再回到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的前夜，当时的金融媒体上充斥着什么样的声音，和今天简直一模一样。当年他们说互联网改变了人类的估值模型，当年他们说房地产永远上涨，今天他们说人工智能带来了永动机般的生产力革命。每一次当华尔街的共识达到100%的乐观时，每一次当散户把买入某个指数当成一种不需要思考的宗教信仰时，迎接他们的永远是一场惨烈的财富洗盘。接下来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也是今天我们要彻底扒开的真相。你要明白，标普500指数早就不是你父辈那个时代的标普500了，现在的标普500指数是一个市值加权指数。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排在最前面的那5-6家超级科技巨头，他们绑架了整个指数的走势。当华尔街在电视上高呼买入标普500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利用这几家科技巨头的狂热来掩盖剩下400多家企业正在面临的盈利衰退和资金失血。你以为你买的是美国经济的晴雨表，实际上你买的只是几只已经被炒到天上、市盈率高的离谱的科技股的盲盒。在这个盲盒里掩盖着无数因为高利率而摇摇欲坠的传统企业。当美联储的降息预期一再落空，当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依然在高位剧烈震荡的时候，那些对利率极其敏感的企业早就苦不堪言了。但是只要那几家搞人工智能芯片的巨头再发布一个看似亮眼的财报，标普500指数就能继续在表面上维持着歌舞升平的假象。这就是华尔街需要的掩护，他们需要这个指数在表面上不断创新高，这样才能吸引全世界的散户源源不断地把真金白银变成指数基金的份额。那么既然华尔街在明面上疯狂鼓吹标普500，他们在暗地里究竟在干什么呢？如果你去追踪过去几个月甚至几周的市场资金真实流向，你会被眼前的数据震惊出冷汗。抛开那些喧闹的科技板块利好新闻，你会发现华尔街最顶级的机构资金，那些掌握着1000亿级别财富的聪明钱，正在悄无声息
极其隐蔽地进行一场史诗级的仓位大转移。他们并没有把钱继续砸向那些高高在上的科技巨头，而是正在疯狂地涌入一个被绝大多数散户嗤之以鼻的角落，那就是防御型 ETF。 什么是防御型 ETF？ 在散户眼里，这些都是老掉牙的，长起来像蜗牛一样慢的垃圾资产，比如公用事业板块，比如医疗保健板块，比如日常消费品板块。这些板块里都是些什么公司？是卖水电煤气的，是卖高血压药的，是卖卫生纸和牙膏的。在人工智能满天飞，动辄翻倍的狂热氛围里，谁会去关注这些一年只能涨个%几，还要靠发股息来吸引人的公司呢？散户绝对不会看一眼。但是华尔街的巨头们现在却像饿狼一样在囤积这些资产，这绝对不是巧合，这是资本市场里最经典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戏码。机构的底牌从来都不会在新闻联播里告诉你，他们的真实意图全部隐藏在底层数据的枯燥代码里。让我们一层一层地拨开这套极其精密的收割系统，看看这些资本大鳄是如何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完成这波吸血操作的。我们要看透机构的运作真相，就必须先理解这套金融系统是如何为他们提供掩护的。华尔街的造市商和大型基金之间存在着一种叫做授权参与者的特殊机制。当散户被新闻洗脑，疯狂买入标普500指数基金的时候，基金公司就需要去市场上买入一篮子对应的股票。但是大机构这个时候在干什么？他们手里握着大量在低位建仓，现在已经获利极其丰厚的科技巨头股票，他们需要卖出。可是如果他们直接在二级市场上疯狂抛售，股价瞬间就会崩盘，他们自己的利润也会大幅缩水。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完美的对手盘，那就是盲目买入标普500的你。机构通过复杂的掉期交易和 ETF 的一篮子股票申购赎回机制，把手里那些高风险、高估值的科技股极其平滑地塞进了标普500的指数大盘里，然后换取了海量的现金。拿到现金之后，他们转身就潜入了防御型 ETF 的阵营，他们开始大口吞噬公用事业和医疗保健的筹码。为什么是防御型 ETF？ 因为大资金拥有比我们多得多的数据和更敏锐的嗅觉，他们已经看到了宏观经济的裂痕。当原油价格因为中东局势而居高不下时，通胀就不可能彻底消失。如果通胀不消失，美联储就无法像市场预期那样大幅度降息，高昂的借贷成本就会继续像毒药一样侵蚀实体经济的利润。在经济可能走向衰退或者滞胀的剧本里，什么是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那些无论经济多差，人们都必须花钱去买的刚需产品。经济再差，你家不能停水停电吧？这就是公用事业板块。你生病了不能不吃药吧？这就是医疗保健板块。你饭总是要吃的吧？这就是日常消费品板块。机构把资金停泊在这些防御型 ETF 里，一方面可以享受稳定的股息分红，抵御通货膨胀带来的购买力下降；另一方面，这些板块的贝塔系数极低，也就是说，当大盘因为科技股泡沫破裂而出现 20% 甚至 30% 的恐怖暴跌时，这些防御型资产可能只会微跌，甚至会因为避险资金的涌入而逆势上涨。这就像是在一场即将遭遇12级飓风的海难中，华尔街的巨头们一边在甲板上开着派对，通过广播大声告诉你天气很好，阳光明媚，鼓励你花光所有的钱去买那些华而不实的冲浪板，而他们自己却在船舱底层偷偷地把所有的救生圈和坚固的避风舱全部锁死，留给了自己。当你发现天空变得乌云密布，狂风开始撕裂帆布的时候，你手里只抱着一块名为标普500市值加权的冲浪板，而他们已经坐在了名为防御型 ETF 的救生艇里，冷冷地看着你在海浪中挣扎。让我们继续往下推演，看看这场机构精心策划的诱多游戏在未来的几个月里会如何残酷地展开。现在标普500还在高位徘徊，媒体会继续放大任何一点微小的利好消息，比如某家科技公司又发布了一个稍微超出预期的人工智能应用，或者美联储官员又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鸽派言论，市场就会立刻被点燃，指数可能会在短期内继续冲高。这就叫做挤空，不仅要挤死那些提前做空的投资者，更要用这种不断创出新高的诱惑，彻底摧毁散户最后的一点理智和防线。当你身边的朋友、你的同事，甚至连你平时根本不关注股市的亲戚，都在因为买入标普500而沾沾自喜，都在向你炫耀他们账面上的浮盈时，你的心态一定会崩溃。你会觉得，我是不是错过了时代的列车？我是不是太保守了？于是你终于按捺不住，
把你银行账户里原本用来应对突发事件的备用金，甚至是你未来准备买房买车的首付款，全部砸进了标普500里。而这正是华尔街敲响丧钟的时刻。当你，也就是市场上的最后一批流动性提供者，把最后一颗子弹也打光的时候，机构的建仓和调仓就已经彻底完成了。接下来只需要一个微小的黑天鹅事件，也许是中东传来的一声炮响，导致某条关键航道被封锁，油价1天之内飙升 10%， 也许是某个核心科技巨头的财报突然爆雷，给出了一个极度悲观的未来指引，又或者是美国的通胀数据突然出现了一次离谱的反弹，直接宣告了降息周期的死刑。只要第一张骨牌倒下，整个脆弱的信心体系就会瞬间崩塌。那些依靠着极高估值支撑的科技巨头，一旦盈利增速跟不上市场的疯狂预期，哪怕只是轻微的低于预期，都会引发史诗级的抛售潮。因为机构早就不在里面了，里面全都是像你一样被新闻骗进来，加了杠杆，满仓硬扛的散户。一旦恐慌情绪蔓延，踩踏事件就会发生，标普500指数会因为那些庞然大物的崩盘而被狠狠拽下深渊。你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账户里的数字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样迅速消失。而在大盘血流成河的时候，你再回头看看那些机构提前埋伏的防御型 ETF， 他们会像黑暗中的灯塔一样稳如泰山。因为在大跌的恐慌中，整个市场残存的资金会像无头苍蝇一样寻找避风港，他们会疯狂地涌入公用事业、黄金、医疗保健这些真正能够保命的资产里，从而再次推高这些防御型 ETF 的价格。这就是华尔街最顶级的收割逻辑，他们在上涨的时候把泡沫卖给你，然后在下跌的时候用他们手里抗跌的资产来嘲笑你的无知。听起来是不是极其令人绝望？你是不是觉得在这场资金体量、信息获取甚至规则制定都完全不对等的博弈中，普通人根本没有任何活路？你是不是现在就想打开交易软件，把手里所有的股票全部清仓？如果你的心里现在充满了焦虑和恐惧，那么请你深吸一口气，平复一下你的情绪，因为这正是我想通过这期内容传递给你的核心价值。在金融市场里，恐惧和贪婪一样，都是致命的毒药。华尔街最擅长的不仅仅是操纵数字和资金，他们更擅长操纵你的心理。他们通过制造极度的狂热让你高位接盘，然后通过制造极度的恐慌让你低位割肉。如果你因为看透了这场阴谋而选择彻底退出市场，那你同样中了他们的圈套。因为通货膨胀会像隐形的窃贼一样，在你的银行账户里把你的购买力一点一滴地偷光。我们揭露真相，不是为了让你陷入虚无的恐慌，而是为了让你在看清了牌桌上的底牌之后，能够重新制定自己的出牌策略。短期的阵痛和认知的颠覆，这都是我们在这个残酷市场上成长变富必须缴纳的入场费。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标普500指数背后的隐患，既然我们已经看穿了巨头们资金转向的真实路径，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调整我们的阵型，把主动权抢回到自己手里。你不需要去预测大盘明天是涨是跌，你只需要去跟随那些真正聪明的资金。你可以重新审视你手里那些过度集中于单一科技板块的高风险资产，你可以开始了解并逐步配置那些真正具备抗周期能力的防御型 ETF， 比如等权重标普500指数基金，它能帮你分散掉头部巨头暴跌的风险。比如那些现金流极其充沛的公用事业和必选消费板块，把你的投资组合打造成一个既能享受时代红利，又能在风暴来临时护你周全的坚固堡垒。在这个充满谎言和收割的市场里，保持清醒，独立思考，是你唯一的护城河。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深度硬核的拆解真的帮你拨开了眼前的迷雾，看清了华尔街的底牌，请你务必订阅我的频道，给这期视频点个赞，并且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因为在这个变幻莫测的局势里，每一秒的认知差都决定了你是收割别人还是被别人收割。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面对当前这种暗流涌动的市场，你最想把资金转移到哪一种防御型资产里来避险？我会持续帮你整理最新的市场动向。我们下期见。